上期说到，罗琳父母不顾警告，搬进百年凶宅，诡异诅咒悄然启动。阴阳天师张默开眼探查，阴气弥漫却不见鬼影。午夜别墅突发尖叫，菲佣疯狂拍窗求救，黑影逼近，是谁在行凶？诅咒触发，今夜谁能活命？接下来请继续聆听。就在这时候，罗琳的父母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看到别墅里一片漆黑，他们也是显得非常惊讶。罗琳的父亲对罗琳叫道：玛琳，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停电了吗？玛利亚在哪里？爸爸，玛利亚阿姨有危险。这是什么意思？玛利亚能有什么危险？罗琳的爸爸几步冲上了门廊，发现门锁了之后，便从兜里拿出钥匙，想要把门打开。但诡异的是，就算是使用了钥匙，别墅的屋门却依然纹丝儿不动。见状，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熄灭的灯光，封闭的别墅，还有那出现在菲佣身后的不明黑影。我们刚才看到的，不正是一些灵异力量出现时的情景吗？想到这些，我基本上已经肯定，刚才出现的状况一定是因为这栋别墅的诅咒被触发了。虽然不明白诅咒被触发的原因，但唯有这个理由才能解释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那么说来，别墅里的菲佣岂不是已经人命关天？我没时间再继续袖手旁观了。我走到门口，对罗琳和他的父亲说：兄弟后，我要把门砸开。话音刚落，我便原地跳起，对着房门就狠狠踢了一脚。一脚之后，也不知是因为我力气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刚才还纹丝儿不动的房门竟然在这时候被踢开了。喂，这是我的家，你到底是什么人？强盗吗？顾不得罗琳爸爸的叫喊声，我一头冲进了别墅，罗琳也紧跟在我身后。进入别墅之后，里面依旧是黑漆漆的。罗琳试了下开关，发现灯光依旧是无法点亮。我心里清楚，这可能说明别墅里的灵异力量依旧还存在着。想到这儿，我便把张默给我的那张灵符从口袋里取了出来，同时还拿出一个打火机，准备见势不妙就立刻把灵符点燃。就这样，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1楼的正厅里。刚才我在山上看到的那个黑影就是出现在这里。不过让我和罗琳感到惊讶的是，正厅里面并没有什么黑影出现，也看不到那位菲佣的影子。玛利亚，罗琳轻声地呼唤着菲佣的影子，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正厅里。我跟在她身边，仔细打量着周围。也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正厅里的楼梯上似乎有一个蹲坐着的人影，我的后背立刻感到一丝凉意。我拉了拉罗琳，随后朝着楼梯上一指。罗琳见了也是深吸了一口气。不过虽然看见楼梯上有人影，可我俩一时之间却都不敢靠近，因为此刻楼梯那边的光线比正厅里还要糟糕，根本就无法判断那个黑影到底是菲佣还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鬼影。幸好在这时候，罗琳的父亲拿着手电筒走了进来。他们看到我们站在正厅里一动不动，便问我们在干什么。罗琳没有回答他爸妈，反而从他们手里把手电筒抢了过来，随后便对准了楼梯上的那个黑影。在看清楚人影到底是谁之后，罗琳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是玛利亚阿姨。其实不用他介绍，我已经认出了这楼梯上的人，正是今天才来到别墅的那个菲佣。只是让我奇怪的是，那个菲佣此刻背对着我们，用类似日本人的那种跪姿跪坐在楼梯转角处，同时低着头，在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后也没有半点反应，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做什么。我正觉得有些奇怪，想要上去看看那菲佣到底是怎么了的时候，我的电话不是时宜的响了起来，让周围的3个人连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对他们说了声抱歉，我拿起手机接了起来，发现电话是张默打过来的。只听他用非常急切的声音告诉我说：四九，不要废话，你给我仔细听好，我这边可能已经有诅咒的线索了。根据我和倩怡打听到的消息来看，引发诅咒的条件很可能与那幅油画有关。什么油画啊？我一时有些没明白说。电话那头的张默立刻大声叫道：
就是那幅日本画家的全家福。你立刻去找罗琳，告诉他千万记得别让家里人动那幅油画，连碰也不要去碰它。具体的原因等我们碰头后再告诉你。听到这儿，我给罗琳做了手势，从他手里要过了手电筒，便朝着楼梯上照去。只见那幅油画依然好好的挂在楼梯转角处，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当我把灯光向着楼梯移动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就在我和张默通话的这一点功夫里，罗琳的继母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楼梯上。当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菲佣的背后。我还来不及出声阻止，就见罗琳的继母在菲佣背上狠狠拍了一下，嘴里还念念道 ：“Mary, what are you doing？” 砰砰砰砰，伴随着罗琳继母的动作，楼梯上先是传来一道沉闷的东西落地声，紧接着便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一直滚落到我的脚边。当我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之后，我只感觉背后生来一股寒意，身上的汗毛全部倒竖了起来，因为刚才落地的那个东西竟然是菲佣玛利亚的脑袋。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就听见楼梯上的罗琳母亲已经尖叫了起来，她随即就向后一倒，几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喂49，你那边怎么了？怎么有人在尖叫啊？电话那头张默好像听到了方才的惨叫，立刻大声询问着我。可是我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回答他了，千钧一发之际，我扔下了手机，一个冲刺便来到楼梯底下，伸出双手抱住了罗琳的母亲。接住了罗琳的继母之后，我立刻便把她交给了罗琳的父亲，同时拉着罗琳一起便向外走去。毫无疑问，那位菲佣的死一定是诅咒的原因。既然如此，那就说明这栋别墅如今已经不再安全。要想不再发生新的意外，就必须带他们离开这里。天哪，我的天哪！就在我拉起罗琳往外拖去的时候，罗琳忽然发出了异常惊恐的尖叫声。我原本以为她是被菲佣的尸体吓到了，但却又发觉好像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尖叫的同时，罗琳的手一直在指向楼梯之上，同时还时不时地用眼神示意我看看那里。可那里除了菲佣的尸体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我把手电筒朝着楼梯转角位置照了一下，顿时被吓得一个激灵，连手电筒掉在了地上也不知道捡起来，扭头便拉着罗琳向外跑去。我会如此惊慌不堪，是因为刚才我竟然看到那幅挂在楼梯转角的墙壁上的油画中，原本面朝着正前方的那位日本画家竟然正扭着头朝着我和罗琳这边看了过来。一个油画之中的人物竟然如同活着的人一样在看着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危险往往在你最不经意之间就会到来。虽然我们事先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可我们还是没有料到，眼看着别墅的诅咒之谜就要被揭开的时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刚刚才搬进罗琳家的菲律宾女佣，就成为了罗琳家这栋凶宅诅咒之下的新的牺牲者。昨天晚上在发现了菲佣的尸体之后，罗琳一家便报了警，警察很快便赶到了现场进行勘查，他们还同时带走了罗琳一家回警局进行笔录。而在那之前，同样曾经出现在现场的我则先一步和恰好从山下回来的三胖一起离开了别墅。因为身份的原因，我和三胖是绝对不能被警察扣留下来调查的。只不过因为当时事发突然，我在别墅里留下了不少线索，先不提罗琳的父母是否会把我供出来，仅仅是我在现场留下的手机便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幸好张默在知道了我这边发生的情况，先是让我和三胖返回酒店等他和林千怡回来，随后便给 Z 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冒名顶替我去警局主动交代一切。只要有 Z 先生的身份，我半途先警察一步离开现场的原因就说得通了。不过或许是因为那栋别墅凶名在外，这一次的凶杀案很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为了调查清楚案子的真相，警察那边的询问工作持续了相当久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得到了 Z 先生从警局出来的消息。依照着张默的吩咐，离开警局之后， Z 先生便带着罗琳来到了我们如今临时下榻的酒店里，与我们4个人碰头。闹腾了一个晚上， Z 先生和罗琳2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疲惫，可虽然如此，他们一见到我们还是忍不住立刻询问起昨天晚上的事情。阿莫，我为了你们可是对警察撒了一个晚上的谎啊！现在警察已经相信昨天晚上出现在罗琳家的是我了。看在我冒了如此大的风险的面子上，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端端的竟然就有人死了？张默看了 Z 先生一眼，深吸了一口气道：“这问题就算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们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能问一下罗小姐，昨天你们家里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罗琳困惑地摇了摇头：“张先生，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情。”那我换个说法吧，你们在昨天有没有动过那幅油画？就是那幅全家福。的确动过，我们一家昨天进行了大扫除，父亲觉得那幅油画放在家里不太合适，便让玛利亚阿姨把它装在了一个木箱，搬到了我父亲的车上。他原本还打算今天把那幅画送到拍卖行拍卖的。说到这儿，罗琳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惊讶地说：“对了，那幅画应该是在我父亲的车上啊，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却在屋子里看到了它？”张默没有立刻回答罗琳的疑问，而是转而看向了我们，嘴里说：“你们看到了吗？看起来问题果然是出现在那幅油画上。”闻言，我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由得点了点头。事实上，在罗琳他们过来之前，张默便已经告诉了我们的猜测，那栋别墅的诅咒很可能与那幅油画有关系。就在这时候，见到我们互相之间好像在打着哑谜一样，迟迟不给他答案，罗琳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情绪有些激动地问我道：“四九，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呀？张先生的意思难道是说我家的诅咒与那幅油画有关吗？”“对，阿林，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油画上的人动了起来吗？”“不，我当时可能是看错了，楼梯间的光线很糟，我可能是看错了。”“不，你没看错呀，那幅画上的人真的动了。根据张默他们的调查，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幅油画。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诅咒，其实就是在那幅油画里面的。”“真的吗？”罗琳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煞白。我解释道：“阿林，你也知道，张默他们这几天是去找了曾经居住在别墅里的那位富豪的儿子，还有另一位美国商人的女人。根据他们2个人的说法，这2家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位美国商人非常喜欢那栋别墅里的一切，一直到他们最后从别墅里搬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打算要扔掉别墅里的任何一样东西。而反观那位富豪一家，在他们家出事之前，那位富豪曾经有打算要把油画卖掉。”“等等，听了我的解释之后，罗琳也很快得出了自己的推测。所以你是说，我们家的诅咒其实是因为那幅油画引起的，因为我的父亲要把油画卖了的举动，就把那个诅咒给激活了。这个原因会不会也太牵强了点啊？”“阿林，你仔细想想，就在你父亲让玛利亚把画搬走的当天，你们家就出现了意外。要说巧合的话，这也太巧了。而且你也看到了，当时那幅画上的人的确动了一下。因此，如果要说你们家有什么东西最可疑的话，那一定就是那幅油画了。其实还不止这些。”林千怡突然也说道：“这几天我还去市里的几家画廊打听过。事实上，4年前死在别墅里的那对夫妇，他们也曾经联系过一家画廊，准备把那幅画卖掉。而就在他们和画廊约好了把画送到画廊的当天，他们就死在了自己的家里。”Z 先生问我们：“所以说，只要有人想要把油画卖掉，画里的诅咒就会开始杀人喽？”对于 Z 先生的说法，张默倒并不完全赞同。触发诅咒的条件应该会更简单一些，而不是像卖画那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想，大概是只要有人把油画从别墅里拿出来，诅咒就会被触发。竟然会是这么可笑的理由！罗琳感叹地摇着头，要不是亲眼所见，恐怕他很难相信我们刚才说的话。
只不过是把一幅油画从别墅里拿走，就可能会让别墅里的人死去。这种事情怎么听起来有种天方夜谭的感觉呀？一点也不现实。然而昨天晚上，我们却亲眼看见了油画里的人活了过来的事情的发生。因此要说诅咒与油画无关，那也未免太过自欺欺人了。深吸了一口气，罗琳便问道：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诅咒的来源，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倒是真的把我们问倒了。事实上，在罗琳他们过来之前，我就曾经问过张梦，如果这次诅咒的触发条件真的如同他猜测的那样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处理这次的事件？按照过去749局处理类似的诅咒事件的处理办法来看，我们一般会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将会引发诅咒的物品带回局里秘密收容起来。可这个办法在这次的事件中却行不通，因为如果事情真的如同我们猜测的那样的话，那恐怕我们刚刚把油画带出别墅一步，就会遭到诅咒的袭击。而在诅咒的袭击之下，就算是张默，恐怕也没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第2个选择便是彻底摧毁诅咒之物，但这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诅咒之物都是可以摧毁的。就好像是我们曾经遭遇的那面能够施加诅咒的古镜，它就是一个不能被摧毁的诅咒之物，无论被砸碎多少次，古镜都会重新恢复原状。因为这个原因，张默对于能不能把油画摧毁并没有把握。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拿那幅油画怎么办呢？在酒店的房间里，我们6个人一起寻思了半天，都没有拿出一个好办法来。究竟该怎么办？我提议。就在这时候，3胖忽然举手对我们说道：左右怎么有办法？不如我们拼死试上一试啊！说不定那幅油画就可以直接毁掉呢。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现在这么愁眉苦脸，岂不就是在搞笑了？不，这不行。林千怡首先提出反对，诅咒的触发条件是把油画从别墅里拿出去，这只是我们现在的猜测而已，并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啊。万一把油画摧毁也会触发诅咒的话，那我们就必须直接面对诅咒的袭击了。要不这样吧，我去把那幅油画烧掉。罗琳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突然如此对我们提议道：张先生，你们已经帮了我许多了，能够替我查到别处的诅咒和油画有关，这就已经足够了。我没有资格再让你们为了我和我的家人去冒生命的危险。言罢，罗琳便朝着房门走去，看起来他竟然是真的想要独自一个人去破坏那幅油画。阿林，不行啊，绝对不行！见状，我几乎是吼了出来，站起来便把他拉住。阿林，你现在最好还是回家去，诅咒的事情我们会去处理的。而且我偷偷看了一眼林千怡，随后才低声说道：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四九，谢谢你。罗琳沉默了片刻，才说道：但是这事情我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我明知道我们家里有诅咒，可是我却没有提醒玛利亚阿姨。现在她已经死了，这里面有我的一部分责任。我不是说我不害怕诅咒，因为我知道自己现在怕得要死，可该是我承担的责任，我绝对不会去逃避。说完这些，罗琳便甩开了我的手，径直走出了房门。不，见状，我刚想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就这么让罗琳一个人去，一个人的手就拍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回过头，看到林千怡正对我笑道：四九，我们也一起走吧。林姐。四九，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张默也从床上站了起来，对我说道：我们当然不能看着罗琳小姐一个人去冒险呢，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貌似只有一起去把油画摧毁这一条路可走了。谢谢了。我替罗琳向他们道了一声谢后，便打开了房门，朝着罗琳追了上去。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一行6人便来到了罗琳家的别墅附近，准备去把那幅可能与诅咒有关的油画毁掉。我们在当初监视罗琳家的山坡守候了大半天的功夫，一直到太阳下山，
在现场取证调查的警察们收队离开之后，一行人才偷偷摸摸来到了别墅附近。作为凶案现场，此地已经被警方封锁，一条条警戒线拉扯在别墅外。别墅的入口上也贴着警方的封条。不过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安排警员看守，也不知道是台湾的警察不太敬业，还是他们已经认定了这次的事件是和之前几十年来发生的案件一样的悬疑，便早早地放弃了保护现场的打算。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总之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在看到警察拉起的警戒线后，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把油画毁了的罗琳却有些犹豫了。各位，这里现在是犯罪现场，我们就这么进去合适吗？罗小姐，你都对警察撒过谎了，还用得着顾及这个吗？张默笑了，便掏出了匕首，割开了警察贴在门上的封条。一群人立刻如同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钻了进去。关上门后，我们摸黑走入了菲律宾女佣玛利亚被杀害的楼梯间前。虽然已经间隔了一整天的时间，可厅里依旧还是有一股浓浓的血腥气儿。张默先是嘱咐我们把一楼正厅的窗帘统统拉上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屋里的电灯。灯光一亮，通往楼梯的地板上一道血迹便清晰可见。玛利亚阿姨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罗琳忍不住叹息了一句：“阿琳，不用再自责了。”我安慰了他一句后，便戴上了手套，跨过血迹上了楼梯。在通往2楼的楼梯转角处，那幅油画一如我们当初发现菲佣的时候一样，正安静地悬挂在墙壁上。我仔细观察了油画一眼，这一次油画上的那位日本画家已经重新把头扭了过来，变成了我们当初第一次看见时的模样，也就是面孔正面对着我的样子。我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把油画从墙上取了下来，随后放到了正厅里。一群人立刻围在了这幅油画前，啧啧称奇。三胖指着那个日本画家问我道：“四舅哎，你们当初看到油画里动起来的人就是他吗？”我和罗琳同时点了点头，后者还说道：“就是他，当时我和四舅都看见他对我们转过了头，一直在盯着我们俩看。”这样啊，张大人，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你有调查过吗？当然了。张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随后对我们念道：“根据当初画廊收到的拍卖资料，这幅油画的作者是曾经的日本侨民伊藤俊二，他曾经是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知名的写实派画家。而除了画家的身份之外，伊藤俊二当时还是日本报纸的随军记者，专门负责为日本军部绘制美化皇军的宣传画，因此还受到过日本军部的表彰。据说他盖这栋别墅的土地，就是当时日本军队为了奖励伊藤而赏赐给他的。”好了，我打断了张默的话：“张默，没时间给三胖介绍了，我们赶快把这幅画毁掉吧。有什么要准备的事情，你就赶快做吧。”“行，不过我事先声明，我的道术对诅咒的作用有限，到时候我可没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一边说着，张默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一堆写有符文的黄纸。这些黄纸依他所说，对于鬼邪都有极强的克制之力。他让我们把黄纸在整个正厅里贴了个遍后，又从怀里拿出了一袋硫磺、一袋朱砂，用这些东西绕着油画画了一个大圈，说这是一个镇邪的阵法。万一一会儿油画被毁之后，有什么东西从那里面爬出来，也会因为这阵法而暂时受到压制。能不能制服它暂且不说，至少可以为我们的逃跑争取一点时间。收拾妥当之后，张默拍了拍手，最后抬起头看了 Z 先生和罗琳一眼，对他们说：“两位，你们一会儿是在这里旁观呢，还是先出去躲避一会儿？”“当然是。”罗琳刚要回答，便被我打断道：“Z 先生，请带着阿林先出去避一避。”“四九。”闻言，罗琳立刻有些生气地看着我，但我这次却不再退让，对他说：“阿林，一会儿我们要做的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啊，
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照顾你们。可我能自己照顾自己。罗琳嘟着嘴坚持道。话是这么说呀，可只要你们在这里，我们就不可能不分心照顾你们。阿林，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的话，还是请先出去避避的好。Z 先生听了我的话，也赞同道。阿林，李先生说的对，我们在这里只会拖累他们，还是走吧。见到 Z 先生也这么说，罗琳总算是没有再坚持下去。他抿着嘴唇，对我们说了声千万小心之后，便和 Z 先生离开了别墅，在别墅外头等着我们的消息。听到别墅门重新关闭的声音之后，张默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对我们说：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如果你要问别人怎么样才能最快速而有效地摧毁一幅油画，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说用墨水在油画上涂改，又或者用利刃将油画切碎。但在这些方法之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恐怕非直接把油画化为灰烬莫属了。因此我们的计划从一开始便是用油把这幅画给烧掉。在罗琳他们离开别墅之后，我们便立刻开始分头行动了起来。三胖从厕所找了一个脸盆，我则去厨房拿了一桶菜油。而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张默也已经把油画从画框上取了下来，卷成一卷。看到我们过来，张默便招手让三胖把脸盆放在了圆圈的中心，随后便把已经卷成一团的油画扔进了脸盆。最后一步则是由我来把菜油浇在了油画上。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因为过去曾经在拍卖行工作而沾染上的职业习惯忍不住又犯了。我说，这油画好歹也有快100年的历史了吧，我们这么做算是破坏古董吗？张默点燃了一根火柴，看了我一眼道：子乔，我们并不是在破坏古董，而是在降妖除魔而已啊。随着张默的话音落下，他手里的火柴也一同跌落在了脸盆里，里面的油画顷刻之间被点燃，火势在菜油的助燃下越烧越旺。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便吞噬了整幅油画。在油画燃烧的时候，我们也不断观察着周围，提防着那个我曾经目击到的黑影突然出现袭击我们。可事实上，在油画燃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最为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看起来这次诅咒的触发条件果然是把油画带出别墅，而把油画毁掉则并不会导致诅咒的触发。几分钟之后，盆里的油画已经完全烧成了灰。就算我们什么都没做，没有可燃之物的火焰也开始逐渐减弱了下来。结束了，终于结束了。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在心里如此念叨。可就在这时，三胖的一声轻呼却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对劲。那幅画框呢？听到三胖这么一说，我立刻回过头，朝着原本摆放在一旁的画框看过去。刚才张默把画取下来之后，那幅油画的画框就被摆放在了一旁，可眼下那幅油画的画框却竟然不翼而飞了。但事实上，不翼而飞的还不只是画框而已。就在我们四下寻找消失的画框的时候，盆里的火也熄灭了。我无意中凑过去看了一眼，只是一眼便让我惊骇莫名，因为那个盆子里竟然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但看不到油画的残渣，甚至连理应出现在盆子里的纸灰都看不到半点。这是怎么回事啊？听到我的惊呼声，其他人也扭过头来，在看到盆里的情况之后，也都大吃了一惊。唯有张默脸上似乎若有所思。张默先是站在原地沉吟了片刻，紧接着便一言不发，扭头便朝着楼梯的位置走了过去。见状，我们剩下3人互相看了一眼，便也紧跟在张默的身后。4个人一块上了楼梯，还没走到楼梯拐角便停了下来。除了早有预料的张默外，我、三胖、林千怡3个人则是已经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的冷汗。在距离我们的正前方不到几米的墙壁上，那幅本已经被烧掉的油画
竟然就这样好好的挂在墙壁上，除了看不出被燃烧过的痕迹之外，那幅画也已经重新回到了画框上，就好像它从未被张默从画框里取出来过一样。众人沉默了片刻之后，三胖终于忍不住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大人，你能给我们解释吗？啊，我们刚才明明就把画给烧了呀！”三胖，我们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张默没好气儿地回了他一句，便直接拿出匕首朝着油画捅了过去，把整幅画割裂成一条条的碎纸。随后他又用自己的双手把那些油画的碎片撕成了更为细小的碎片，从楼梯上犹如天女散花一样一扔而下。做完了这些，张默才回过头，紧盯着应该已经空无一物的画框。而这一次，我们总算是明白了刚才那幅燃烧的油画为何又好端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原因。因为此时此刻，就在我们面前的墙壁上，理应已经化为了碎片的油画，竟然就在我们面前开始恢复如新。那张被张默扔下楼梯的碎片，不知怎么就重新回到了画框上，它们开始一片片聚合起来，只不过10几秒钟之后，就将整幅油画给完全复原了。完了，完了！三胖有些失望地说：“这幅油画果然和那面古镜一样啊，是不可破坏的诅咒物品，我们根本就破坏不了它呀。”他的话让我也不禁苦笑了起来。每一个人在我们如今这样的情况下，都不免要苦笑的，因为这一次尝试的失败已经宣告了我们对这次事件的无能为力。既然我们既不能把这幅油画带走，又不能破坏它，那除了苦笑之外，我们眼下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在我和三胖感到失望的同时，林千怡则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对张默询问道：“张默，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张默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幅油画，摇头道：“诅咒之物原本就是超脱常人理解的东西，就算是在龙虎山，对付它的办法也不多呀。”“办法不多，那也就是说还是有办法的，不是吗？”听到林千怡这么一说，我和三胖也抬起头，用期冀的目光看向张默。只见张默想了片刻后才说道：“有是有啊，只不过这种办法却从未有人真的尝试过呀。究竟是什么办法呀？”我追问道。张默指着油画上的伊藤俊二便道：“找到他的尸体。”“伊藤俊二的尸体啊？啊，他的尸体与我们破解诅咒有什么关系呢？”三胖连忙问。这个要解释的话，可就说来话长了，所以还是别说了。林千怡听了却不悦道：“张默，诅咒的事情非同小可，你不说清楚，我们怎么能放心的照你的话做呢？”众人之中唯有林千怡的话，张默是不得不听。因此听他这么一说，张默立刻便对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一番。原来要说破除诅咒，为什么要去找伊藤俊二的尸体，这其中的理由还要追溯到龙虎山的往事。龙虎山正一派开宗立派至今，已经过了不下1000年，而在这期间，身为道门正统，他们自然是与鬼物怨灵打了无数次交道，也遇到了不少与诅咒有关的事情。不过正如张默之前所说，龙虎山的法门对于鬼物怨灵虽然无往而不利，但唯独对诅咒之事却是效果寥寥。1000年里，因为诅咒而死的正一派弟子也是多不胜数。因此关于如何破解诅咒，龙虎山中一直有专人进行研究，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便是张默会说出今天这番话的原因。在龙虎山的对诅咒的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所谓的诅咒之物会否是某些人运用失传已久的术法，将鬼物强行禁锢在物件之中而诞生的产物。龙虎山会这么认为，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诅咒之物与鬼物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明显得多。诅咒这种东西虽然字面上听起来和术法差不多，但在其生效时的表象却和鬼物怨灵脱不开联系。但凡是诅咒之物，
在生效之时多半会出现鬼物怨灵。就比如我曾经遇到的那面古镜，本质上来说就是驱使镜中的凶灵来杀死被诅咒的对象。而这次罗林家的菲佣在出事之前，我们也曾经目击到过一个不明身份的黑影。有鉴于此，龙虎山里便有人提出，要想破解诅咒，或许可以从侧面入手。破解诅咒之前，先行镇压住诅咒召唤出的怨灵鬼物。但诅咒召唤出的怨灵鬼物在龙虎山的过往经历之中已经被证明以术法无法压制，因此便有人想到是否可以直接对怨灵鬼物的真身进行施法。这里所谓的真身其实指的就是产生鬼物怨灵的尸体。这世间鬼物怨灵多半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出自死者的怨气，因此在鬼物怨灵和死者尸体之间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联系着。对死者尸体施加的术法会因为这条纽带而对鬼物怨灵也产生作用，而那人提出的理论便是运用这条纽带绕过诅咒对鬼物怨灵的保护，直接作用在鬼物怨灵之上。鬼物怨灵一除，诅咒之物自然也会重新变为寻常之物。在这次的事件中，结合种种迹象，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诅咒之物中的鬼物怨灵多半就是那个曾经在我们面前活起来过的伊藤俊二。因此张默便想，若是能找到他的尸体做一次法事，说不定就能破解这次的诅咒。听完了张默的解释，三胖立刻问道：藏子人，你说的这个办法当真有用吗？张默听了却苦笑了一声，对我们说他不敢打包票。事实上，要想知道鬼物怨灵的真身谈何容易啊。龙虎山上虽然有这个破解之法，可现实之中却从未有人真的有机会尝试过。因为寻常的诅咒之物往往没头没尾，谁也不知道它的来历。也只有这一次，我们能够肯定诅咒之物就是这幅油画，而油画中的怨灵又已经弄清楚就是伊藤俊二本人，所以张默才会把这个办法说了出来。是就此打道回府，还是不依不饶，尝试哪怕只有一丝可能的办法，这一点不用太多考虑，我们便达成了一致。这幅被诅咒了的油画无论如何都必须毁掉，不管是为了罗林和 Z 先生的友情，还是身为749局成员的自尊心，我们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里有一件诅咒之物却什么事情也不做。就此统一了想法之后，我们便来到了别墅外，和罗林他们重新聚集在了一起，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既然已经决定尝试张默的办法，那么看起来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只是怎么找到那个伊藤俊二的尸体而已。起初当我们把别墅里发生的一切以及油画无法毁掉的结论告诉罗林他们之后，罗林好是担忧了一阵，但他听到张默最后的办法的时候，还是不由得露出一丝喜色。只不过这喜色只是持续了一会儿，便从他脸上褪去。罗林有些担忧地对我们说道：49，张先生，你们真的打算去找伊藤俊二的尸体吗？可是我听说当初伊藤俊二在别墅盖好了之后没多久便举家返回日本了，而且听说他们一家在到了日本之后没有多久就因严重的传染病全家过世了。这个消息我们都还是第一次听到，因此都不由得有些吃惊啊。当然比起伊藤俊二举家返回日本的消息，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们一家人在返回日本之后不久便全部过世了的情报。这里面似乎有点不对劲，是什么疾病能够让伊藤一家4口人一下子全部过世了？而且竟然就是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后不久，这未免也太巧了点。而且既然伊藤俊二是死在了日本，那他的冤魂又是为何会漂洋过海重新返回台湾，依附在了这幅油画之上呢？这其中
似乎还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尚未被发掘呀。不过尽管如此，但我们眼下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因此张默依旧是说道：“罗小姐，别说伊藤俊二的尸体是在日本，就算是在美国，我们也必须要找到他，要不然这次的诅咒就无法解除啊。”一旁的 Z 先生脸上有些忧心忡忡地说：“可你们打算怎么找到伊藤俊二的尸体呢？那个人可是快100年前的人物了，如果他是死在台湾的话还好说，但他现在可是死在了日本。日本虽然不大，可要找一个几十年前的画家的尸体，那恐怕也是大海捞针了吧。”张默听了也是沉默了片刻，随后让我们先等一下，他自己则拿着手机钻进车里打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张默便走了出来，对我们说道：“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联系好了渠道，只要去了日本，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伊藤俊二一家的墓地了。”后来我才知道，张默这通电话是打给了王军。在电话里，张默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情况统统汇报给了王军，同时把自己打算去一次日本的打算也告诉了他。对于我们这次台湾之行临时出现的变化，王军倒好像是未卜先知一样，早已有了准备。他不但批准了张默去日本的申请，还告诉他已经联系了那边的大使馆，到时候只要张默去了日本，就会有人负责接待他，找伊藤俊二的尸体的事情也会有人从旁协助。当时我听张默说这事情的时候，心里顿时惊讶无比呀。按照王军的神通广大，怎么弄得好像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这次去台湾携带的卫星电话上都被高亮那家伙安装了监听装置。不过在当时，王军的话却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张默也正是如此，才会在当时让 Z 先生他们不用担心。一通商量之后，众人最后决定，这一次去日本的依旧是张默和林千怡两人，而我和三胖则依旧留在台湾，负责监视这栋别墅。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张默找到伊藤俊二的尸体，完成镇邪法事之前，保证这栋别墅里不会再出现意外。眼下虽然罗林一家已经住在了外头，但每天在别墅里却有很多警察进进出出。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那些警察不会在别墅里乱动，无意中把油画从里面带出来。而且除了监视警察的动向之外，还需要防止有其他人趁着黑夜的时候闯别墅空门。张默说，他在回台北的时候，已经在台湾的网络上看到了一些消息，罗林家别墅的事情已经随着记者的报道传开了。似乎有一些灵异事件的爱好者在考虑来别墅进行灵异探险，因此我们的任务里还包括不要让那些人无意中成为诅咒的新的牺牲者的任务。对于张默的安排，我已经无力吐槽了。为了拉近和林千怡的关系，他真的是不管何时何地都会利用一切机会。可尽管如此，我却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答应他的安排。因为陪张默去日本也是林千怡自己主动提出的，我实在是拉不下脸来否定他的建议。就这样，在第二天，张默便与林千怡一同搭乘了最早的航班，出发前往了日本。而我和三胖两个人则再度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监视生活。虽然对张默的安排多有不满，但我又不得不承认，他让我们来监视别墅的工作的确安排对了。因为在张默他们去日本的这几天里，别墅附近果真是多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年轻人。这几天里，罗林家别墅里发生凶案的新闻已经越炒越热。那些好事的媒体们在得知这栋别墅里至今已经有过好几起命案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宣称这是一栋闹鬼的别墅。因此有许多灵异爱好者在得知了别墅的消息之后，便偷偷慕名而来，想要潜入别墅进行一次灵异探险之旅。为了不让这些人在进入别墅之后发生意外，我和三胖只能时刻盯着别墅周围，
一有发现便立刻报警，让警察来驱赶这些好事者。次数多了，警察方面甚至都知道要派专人定期来别墅进行巡逻。万幸的是，除了我们这边的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之外，其他人那里却是好消息来了个不停。首先是罗林这边，这几天他的父亲和继母终于从医院里出院了，而且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极为有利的是，或许是因为亲眼看见他们的菲佣死在眼前，这两位长辈如今对于这栋别墅的态度总算是有了松懈。看起来就算是信耶稣基督的老外，对于家里死了人也是非常的忌讳。眼下他们两位已经搬到了罗林家里，并且已经委托罗林开始找房产中介，准备把这栋别墅低价卖掉，另换住处。所以至少在罗林这边，我们已经不用担心他的爸妈又一意孤行回到别墅居住的情况发生了。另一边，去了日本的张默等人也有消息传来，托王军的福，他们一到日本之后，果然就有大使馆的人前来接机。在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已经打听到了伊藤俊二一家当初的下落。二战时期，日本本土曾经遭到过美帝的狂轰滥炸，许多城市化为废墟，连带着当初许多人的墓地都在空袭中被炸毁。因此在张默去日本之前，我们还曾经担心过伊藤俊二的墓地会不会已经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万幸的是，根据使馆工作人员的消息，伊藤俊二一家在从台湾回到日本之后，便搬到了京都附近，那里是整个日本地区里在二战时受到战火摧残最轻微的地区，因此有很大可能伊藤俊二一家的墓地还平安无事。在给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张默和林千怡便已经动身出发前往京都。他相信最迟不过几天时间，他们就应该能找到伊藤俊二一家的墓地。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好消息，毕竟自从来台湾之后，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还从未有现在如此这般顺利的。这一天傍晚的时候，我正坐在距离别墅有段距离的车里小憩，等着三胖给我带饭过来。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看到了电话上的号码之后，我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结果一头撞在车厢顶上。我呲着牙接了电话，对电话那头喊道：“张默，可千万要告诉我你那边有好消息了。”那边似乎也是激动的不行，张默疯了一般对我重复道：“子乔，成功了，我们这边成功了。”我当然知道张默这个时候会和我说成功了是代表着什么，可是出于谨慎起见，我还是必须问他个清楚，究竟是什么成功了？张真人，拜托你说话能利索点吗？伊藤俊二的墓地我们已经找到了，就在我给你电话之前几分钟，我已经在他的墓地上施展了镇邪法术，现在那幅油画应该已经失去了诅咒之力，变成一幅普通的油画了。我已经成为了龙虎山1000年以来第一个破除诅咒的人了。听见张默激动的声音，我也忍不住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困扰我们多时的诅咒油画，想不到竟然真的被破解了。想到这儿，我真是恨不得从电话传导的电波中飞到张默那边，亲自给他一拳，以表示感谢。欣喜之余，我却还没有彻底被这个好消息冲昏头脑。虽然张默说他已经施展了镇邪法术，可是他的办法对于那幅被诅咒的油画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却还是个未知数。听到我的疑问，张默在电话那头说道：“放心，我施展术法之后没多久，就感到有一个阴灵自远方被术法拽了回来。我用阴阳眼看过，那个阴灵就是伊藤俊二，现在他已经被我封印在自己的坟墓中了。没有了伊藤俊二的阴灵，那幅油画已经失去了诅咒之力，只是一个俗物罢了。”听了这番话后，我总算是彻底松了一口劲儿，感觉连续几天的辛苦也总算是有了收获。于是我又问道：“张真人，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可别告诉我你要和林姐在日本旅游啊。”张默在电话那头笑了笑：“放心，我们马上就回来。对了，你这边趁着有空的时候，
替我去一趟罗林家的别墅，给我把那幅油画带出来。我奇怪道：怎么？你要那幅油画，它不是已经没有诅咒的力量了吗？不是，张默解释道，这是高亮那边的要求啊。我们这次外出大费周章，又是来到了台湾，又是去了日本，还找了领事馆的人帮忙。高亮说了，费了那么多的功夫，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拿回去。就算那幅画已经失去了诅咒之力，但他之前几十年好歹也是一件诅咒之物。高亮让我把它带回去，好作为我们这次工作的成果，免得其他科室的人说我们闲话。我想了想，觉得也有些道理，便点头同意了。挂断电话，我刚走出轿车，却看到远处开来了一辆车子，罗林竟然和三胖一起过来了。这几天罗林一直在忙着照顾他父母，很少有机会来看我们，因此我对他这次的到来不禁感到有些奇怪。不过在询问他过来的理由之前，我还是先把刚才得到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们。二人听后先是愣了几秒，随后便兴奋地几乎跳了起来，一个大呼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另一个则是抓着我的手不断地表示感谢。过了好一会儿，我看他们情绪稍微有些平复了下来，才红着脸对他们说，对了，阿林，既然你来了，正好有件事情要和你说呀。张默说那幅油画的诅咒既然已经解开，他希望能把那幅油画带走，但这幅画现在毕竟还是你们家的东西，不知你同不同意啊？当然同意了，就算你们不提这个要求啊，我想之后我们也应该会把油画扔掉或者拍卖掉，毕竟只要看到那幅画，我就会想起玛利亚阿姨。说到这儿，罗林忽然就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上次的经历对罗林来说一定打击不小，生活之中看到自己熟悉的人死在自己面前，无论是谁恐怕都难以释然，因此罗林会有现在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啊。想到这儿，我就故意转移话题道，对了，阿林，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啊，不过你能先把手松开吗？罗林似乎也直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刚才他好像抓着我的手抓了很长时间了，脸上顿时有些通红，支支吾吾地说，你想问什么？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和三胖一起来这里啊？罗林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三胖已经替他说道，罗小姐是和我在山下碰上的，她这次过来呀，是想要替父母拿些换洗的衣服。罗林点了点头，也说道，我爸爸当初因为走得匆忙，身上的衣服都落在了别墅里了，我看他们可能要在我家住上一段时间呢，就想替他们取一些换洗的衣服穿，不过我一个人不敢进别墅，只能来找你们帮忙了。我笑了笑说，放心吧，张默说那幅油画的诅咒已经解开了，这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可我还是有些怕。罗林怯生生地说道，好嘞，49。三胖狠狠拍了我后背一下，对我使眼色道，你这小子呀，怎么这么不领情呢？罗小姐的意思就是让你陪她一起进去，你听懂了吗？三胖直截了当的发言，一时间让我和罗林两个人尴尬无比。终于我开口道，那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罗林也在这时候说了和我相同的话，这让我们变得更加尴尬了。过了一会儿，还是罗林先恢复了过来，冲我笑了笑，继而说道，49，既然你也要进别墅，那我们就一起吧。此时正好是晚饭时间，在这个点上，那些原本在别墅附近巡逻的台湾警察早早的便回去吃饭了，因此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便顺利进入了别墅。因为不好意思和罗林两人独处，我最后还是让三胖也陪着我们一块儿进了别墅。快步走进正厅，那幅油画一如我们上次离开时那样，正挂在通往2楼的楼梯转角的墙上。而在正厅中央，张默上次用硫磺和朱砂画的圆圈也还在，大概是害怕这个别墅里闹鬼的传闻，那些警察们都不敢走进这个别墅，所以这些东西放在别墅里已经好几天了，
也没有被人发现过。虽然张默已经一再声称油画已经没有问题了，可当我们3个再次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些心悸，都隔着几米的距离远远观察着那幅油画，谁都不敢就这么上去把画从画框上取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我看他们谁都没有动作，心想这样子浪费时间可不行啊，便硬着头皮走到了油画边上，随后拿起上次张默扔在附近的一把水火刀，将油画从画框里挖了出来。动手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又停下手，把之前张默在周围落下为了对付诅咒而准备的那些灵符捡了起来，拿在手里当做了护身符。准备好这一切，我方开始动手取画。在这期间，我一直全神戒备着，生怕附近会突然冒出一个黑影。但万幸的是，一直到我把整幅油画都摘了下来，房间里依旧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后看了一眼那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全家福，我把油画卷了起来，随后塞到三胖手里，对他说：“把画放到车上吧，我陪阿林拿几件衣服就出来。”行啊。三胖看到什么鬼影都没有出现，胆子也大了不少。他看到罗琳已经上楼了，便偷偷对我打了个眼色，低声说：“那我先走了啊，你们2个想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明天早上再出来也行的，我不会介意的。”瞎说什么呢你？我没好气儿地白了三胖一眼，回头看了看楼梯，发现罗琳已经上了2楼，想的应该没有听到三胖刚才说的话后，才松了一口气儿。我踢了三胖一脚，对他说了句滚吧之后，方在他的大笑声中上了楼梯。罗琳父母的房间就在2楼最里面一间卧室里，我上去的时候，他已经从房间里翻出了一个旅行箱，正往里面塞衣服。看到我来了，就笑着对我说：“四九，你来帮我吧，这力气活还是你们男生比较适合呀。”我嗯了一声，撸起袖子便准备开始干活。不过这时候我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我以为是三胖这家伙想要拿我开涮，便不怎么想要去接，可手机却响个不停。罗琳见了便让我先把电话接了。没事，肯定是三胖那小子打的，还是接了吧，万一是他有事找你呢。哼，除了锁我几句，他还能有什么事情？我撇了撇嘴，但还是乖乖的听罗琳的，把手机从口袋里抽了出来。可当我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时，却吃了一惊，因为这通电话竟然是张默给我打的。奇怪了，该交代的事情他不是都已经说了吗？难道是日本那边又出了什么意外吗？按下了接听键，紧接着我就听见张默如同抽风了一般急切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四九吗？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罗琳家的别墅啊，你不是让我去把油画取了吗？正好罗琳来给他父母取衣服，我们就和他一块进来了。”刚说完这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听张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耳边却忽然传来了三胖声嘶力竭的大喊声。三胖的声音好像是从别墅外面传来的，在这四处杳无人烟的山腰上，三胖的声音显得异常刺耳。“拜托，虽然我们刚才已经确认那些巡逻的警察都已经撤离吃饭去了，可难保不会有警察刚好吃饭回来，三胖在外面这么大声嚷嚷，岂不是很容易就会被那些警察发现我们吗？虽然我们身边有罗琳这个别墅主人在，现在警方可还把这栋别墅列为犯案现场，擅自闯入这里，就算是他，恐怕也要被警察询问一番呢。”想到这儿，我对手机另一头的张默说了句稍等，也不管他在手机里大喊大叫，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对我说似的，便来到了窗户边上。隔着窗户，我看到三胖正在花园对2楼的我挥动着双手，嘴里依旧不停地大喊道：“四九，
不见嘞！那东西不见啦！什么不见啦？我冲着外头吼了一声，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大半都被玻璃挡住了，便想要把窗子打开，可奇怪的是，这房间里的窗户好像坏了，不管我怎么用力都打不开。于是我只能尽量大声地对外面喊道：三胖，你在说什么？大声点儿！油画，你油画不见嘞！油画！我心头猛地一震，回头看向罗琳，问他了：阿林，你听见那小子说的了吗？罗琳这时候也来到了窗户边上，方才的话很显然他也听到了。只见他转过头，瞪着眼睛看着我道：四舅，朱先生好像是说油画不见了。我又向窗外仔细看去，这一次才注意到三胖现在的手上根本就是两手空空，刚才交给他的那幅油画已经不见了踪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这小子把油画弄丢了吗？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道只三胖这家伙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上一次他扔下我独自下山玩耍的账都还没算呢，现在竟然又给我添了这么一个大麻烦。想到这里，我正准备出去找三胖问个究竟，忽然意识到刚才和张默的电话还没有打完。我刚把手机重新放到耳边，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张默的叫喊声，而他所说的内容差点没让我吓得把手机脱手。喂，四九，你听见了没有？不要把油画取出来，那幅油画有问题，画里的人又多了一个，那幅油画的诅咒可能还没有解开。因为屋子里非常安静的缘故，罗琳也能听清楚电话里的声音。我看到他的脸色越变越差，最后冲着我手里的电话喊道：你张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多了一个人呢？张默在电话里回答道：伊藤家的全家福里其实应该只有3个人，伊藤俊二真正的妻子是个日本人，而且早在他去台湾之前就已经死了。到了台湾之后，伊藤俊二一直是和他的2个孩子生活的，根本就没有娶过什么高山族女人。什么？你能肯定吗？你画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我能肯定，我们在伊藤俊二家的墓地里只发现了2个墓碑，其中一个是伊藤俊二和他的2个孩子的，另一个就是那个日本妻子的。我已经找墓地管理员确认过了，当初伊藤俊二落葬的时候的确就只有3个人。那我们看到的那个女人也有可能是他后来在台湾娶的妻子了。或许那个女人并没有和伊藤俊二一起回日本，所以你们在墓地里就找不到他的墓碑。我也希望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前，你千万不要把油画带出别墅。如果那个女人真的不是伊藤俊二的家人的话，那依附在油画里的鬼物就不是伊藤俊二，而应该是那个女人才对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油画带出别墅，还是会引发诅咒了。我怔怔地说出这句话，随后心脏猛地被提了起来。刚才好像似乎三胖在下面对我喊道，他手里的油画不见了。难道说其实并不是三胖把油画弄丢了，而是诅咒已经被激活了吗？想到这里，我立刻冲出了房间，朝着外面的楼梯奔去。罗琳也紧跟在我身后。当我们来到通往1楼的楼梯转角处，朝着墙壁上望去的时候，我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里，浑身上下一片冰凉。那幅本应该已经被三胖拿走的油画，竟然又被挂在了墙壁上，而且还是好端端的镶嵌在画框里的模样。不但如此，更让我全身痉挛的是那幅油画上的画面竟然又发生了变化。油画之上
本应该站在伊藤俊二左手边的那位高山族女子，竟然已经消失不见。突然之间，一道怪异的女人笑声不断从我们周围四面八方响起，紧接着别墅内的灯光瞬间就好像故障了一样，开始忽闪忽灭。惊慌之中，罗琳突然扯了下我的手，随后朝着2楼的方向一指。四舅，那边。顺着罗琳所指的方向看去，我便看到从我们刚刚过来的2楼那里，一个浑身是鲜血、披头散发的女人正伫立在那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而且那个女人像极了油画里那已经消失不见的高山族女子。她身上穿着一套血红的高山族服装，手里则拿着一把闪着寒光的翻刀，刀刃上正有鲜血不断滴落。怎么会这样的？看到这个女人，不，这个女鬼，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张默说的没错，原来我们从一开始就猜错了。一直以来，在这栋别墅里大肆杀戮的真正凶手，其实是油画中的这个女人。而现在，我们因为方才三胖将油画从别墅里带走，已经引发了诅咒。这个女鬼现在出现，就是来杀我们来了。想到这儿，我顿时拉住罗琳的手，用最快的速度冲下了楼梯，狂奔到大门出口那里。别墅的大门此刻已经闭紧，我伸手想要开门，却发现房门竟然根本无法打开。该死！我一下子懵了，房门又没有反锁，怎么可能打不开呢？我不信邪地问罗琳要了钥匙，又试着用钥匙开了开，结果却依旧打不开门。好像有一股灵异的力量已经把房门给死死地封住。怎么办呢？四舅，我们怎么办呢？罗琳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眼下可谓是方寸大乱。我却知道，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越是不能慌张。如果我们因为惊慌而失去了理智，那才是真的踏上了绝路。四舅，你快出来呀！油画不见了！这时候，我又听到门外三胖的声音，便冲着大门猛拍了几下，同时叫道：“三胖，我们在门口呢，快帮我们把门打开！”不行哎，我试过了，不只是别墅的门，就连别墅的窗户都敲不开了。里面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诅咒又出现了？快给张真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听到三胖的叫喊声，我立刻回过神来。对，眼下能救我们的就只有张默了。他是龙虎山的传人，见识过无数类似的灵异事件，他一定会有办法。想到这儿，我立刻拿出手机，发现通话并没有中断，便对着电话那头的张默喊道：“张默，你提醒的太晚了，三胖已经把油画拿出了别墅，现在我和罗琳2个人已经被困在别墅里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们2个动作为什么要那么快呀？哎呀，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听着，你刚才的猜测是对的，依附在油画上的鬼物不是伊藤俊二，而是那个女鬼，她现在已经出来了。在那个东西杀死我和阿林之前，你一定要给我想一个办法来。话说到最后，我的耐心已经快要彻底消失了，因为就在我说话的同时，正厅里的楼梯上竟然开始传出了沉闷的脚步声，以及木质的楼梯在踩踏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那个女鬼
似乎是已经开始下楼了。我立刻对着电话吼道：“张默，你听到了吗？那个女鬼已经从油画里出来了。如果你不能给我们想出办法，等你和千一回到台湾，就只能给我收尸了。”啊，坚持住，49。我记得当初为了压制诅咒而在别墅里布下的镇邪阵法应该还在。你设法把那个女鬼引进阵法里，然后把手机的免提打开。当那个女鬼一进入阵法，就给我信号，我会为你们念动术法口诀，那应该能替你们争取一点时间。还有，我在别墅里留下的那些已经写好了符文的符纸，那些东西有驱鬼的作用，把它们扔到女鬼身上，应该也会有些作用。听到张默这么一说，我先是打开了手机的免提功能，随即便拉着罗琳重新返回了正厅。我看了看张默留下的那个用朱砂和硫磺布下的圆形阵法，确认这阵法并没有被我们弄散之后，便拉着罗琳跳进了圆圈之内。抓住罗琳的手，我对她叮嘱道：“阿琳，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紧紧地挨着我。我说跳的时候，就立刻和我跳出这个圈子。”罗琳听话地点了点头，也没有多问，就这么紧紧贴在我的身后。楼梯上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眼看那女鬼即将出现，我最后冲着手机确认道：“张默，她要来了，你还在吗？我已经准备好了，记得给我信号。”几乎就在张默话音落下的同时，一股阴风突然从楼梯口刮了过来，吹得正厅里的窗帘呼呼作响，房间里摆放的一些罗琳父亲留下的纸片文件也被吹得到处都是。看到四处乱飞的纸片，我的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立刻便低头朝地上看去，才松了一口气儿。不知为什么，在这阵阴风之下，张默用来布置阵法的硫磺和朱砂并没有被吹散。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张默的计划说不定还真的能生效。49！这时候罗琳忽然叫了我一声，我抬起头便明白了他方才叫我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